百年大计成豆腐渣，福建大坝偷工减料黑幕曝光，中国基建成官商提款机，从乡村路到阳明滩，贪腐链条吞噬百姓安全，科技狠活毒上餐桌，假肉假奶假安心，一口一口吃出疾病。我们不制造恐惧，我们揭露真相，我们带你看懂这个时代，谁在造梦，谁在买单。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少峰。今天我们要从福建的一座大坝说起，官方口口声声说它是百年大计，投资高达75亿元，号称是“14·5”期间福建最重要的100万千瓦级大型储能项目。可谁能想到，这座坝还没建成就被曝出里面尽是豆腐渣。在福建三明市永安，这座抽水蓄能电站的下水库大坝最近被曝出惊人的施工黑幕。记者实地调查发现，用于加固坝间边坡沿土体的数百根毛巾桩存在严重质量缺陷，实际施工长度大幅缩水，部分桩长甚至不足设计标准的1/3。它们本该是大坝的骨架，竟然被偷工减料的离谱。今年8月16号的工程备忘录明确记录，毛巾桩设计长度由9米调整为12米，结果现场工人说，有的桩不到5米，甚至有的只有2米。此外，每3根钢筋中仅有1-2根勉强达到标准长度，其他钢筋长度明显不够。根据设计要求，大坝坝间两岸边坡需要安装1000多根毛巾桩，目前已完成600多根，但多名参与施工的工人透露，可能只有30%的毛巾桩符合设计要求，其余多数为残次品，而且钢筋间距也比设计要求宽了不少。有施工人员透露，钢筋之间只点焊2下，连成不了一体。他说，焊钢筋太麻烦，一天最多焊1-2根，所以就简化了。背后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赶进度而偷工。有人甚至说，混凝土的水泥用量也不够，提过意见但没人听。这可不是修小路，这是水库大坝。想象一下，这要是真蓄满水，一旦坝间松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更离谱的是，工程的监理公司和设计公司全都是同一家集团底下的，也就是说，工程设计方、施工方、监理方是一家亲，自己监督自己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被记者挖到的视频显示，监理单位的多名监理曾接受施工方宴请，在 KTV 里纵酒放歌，还有偿的异性陪同服侍，好一派惬意。天眼查资料显示，中国电建旗下子公司华东勘测设计院、华东咨询公司这几年中标的项目几乎都在自家系统里打转转。说白了，这样的监理就是自说自话、自查自赞。但建筑法明确规定，工程监理单位和被监理工程的承包单位，以及建材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不得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。这样的操作，难怪网友感叹，这可是造价75亿元的重大项目，背后是永安33.4万人的用电自由和生命安全。豆腐渣竟然也能渣得这么明目张胆，百年大计变成了施工方自家后院随便糊弄的鸡窝。网友们批的也很直接，虽然刑法早就规定了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，可这么多年没见过几个因为豆腐渣工程锒铛入狱的，抓得少判得轻等于变相鼓励承包商心存侥幸，万一出事大不了换个马甲继续干。可是这样偷工减料的大坝，哪天溃坝了，下游得多少人遭难。目前永安市水利局已成立专项调查组，中国电建也发布情况通报，
称已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。但老百姓更关心的是，调查组能查多深？究竟是谁在糊弄？工程质量能不能真正经得起时间和洪水的考验？豆腐渣工程不只是个案，当偷工减料变成常态，监理变成形式，整个行业都在被掏空。那么中国的基建神话，高铁、公路、大桥、水坝，一个接一个，这些钢筋水泥堆起来的奇迹背后，藏着多少见不得光的故事？如今的福建大坝只是最近的一个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不只是豆腐渣工程，而是整个的中国大基建怎么变成了贪腐的提款机。我们先来看一个亲历者的故事。这位叫郑刚，搞建筑搞了30年，从设计到监理，从包工到项目经理，样样经历过。他后来到了美国，才敢说出实话，在中国干基建不是拼技术，是拼关系，拼润滑。他讲了几个在中国经历的故事。2017年，湖南郴州汝城县一条只有28公里的乡村公路，按理说小项目不该出大问题，可郑刚说，从省里到村里，每一层官员都要意思意思，你不送钱，批文就卡着，你不打点，材料就不到位。结果 1.2 亿的预算，最后报出来花了 2.7 亿，足足多了 1.5 亿，而真正用在乡村公路上的却连一半都没有。那年夏天，暴雨突袭，山洪从谷口灌进来，本来公路设计是要放2根2米长的排水管，结果偷工减料，只放了4根60公分的，最后就是排水不及，整条公路变成了一条河。当晚，2个外地人开车经过，误以为水浅，直接开进去，结果水深2米多，人被困在车里，再也没出来。事故之后，上头立刻下封口令，县政府、设计单位都要求低调处理，村里甚至被通知，谁敢乱说话，谁就出事。就这样，一条要造福乡村的公路成了夺命陷阱。2009年，湖南株洲红旗路立交桥拆除时突然坍塌，桥上桥下的车辆和行人瞬间被陷被砸，24人死伤，27辆车损毁。事后调查显示，该工程存在质量造假问题，施工方为压缩成本，对钢筋使用不当，甚至将劣质材料混入其中。原本造价1个多亿的工程，经过层层转包，最后只剩100多万。你没听错，1个多亿变成了100多万。施工方还是私人包工头，钢筋偷，混凝土省，结果就发生了桥的坍塌，造成严重死伤事件。这起事故在业内震动极大，但政府对此并未做广泛报道，最终只找了1个人背锅当替罪羊，处理了事，新闻也很快就被压下去了。2012年，哈尔滨阳明滩大桥通车不到9个月就整体塌落了，对当地交通造成了重大影响。经调查，这一事故再次证实了工程质量问题，部分施工方为赶工期，忽视了关键的安全检测。最令人痛心的还是汶川地震后揭露的豆腐渣工程，那些倒塌的校舍，多少孩子葬身在豆腐渣之下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轨迹，每一次事故背后都有一串熟悉的流程，偷工减料，监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官员收取盘剥好处，出事后推诿责任，压制发生。在中国，工程从立项到验收，每一关都能捞钱，上面批地要钱，中间监理要钱，下面承包要钱。当这套黑钱机制成为行规，谁还真在意质量？大家都在等下一个项目，下一次分赃。
更讽刺的是，这套黑金模式如今还被出口。中国企业走出去搞所谓“一带一路”，表面上是输出技术、资金，但其实输出的是一套贪腐游戏。半年不到，当地官员就学会怎么吃拿送了。中共说这叫文化交流，实质上却是腐败传染。基建本该是国家荣光，但在权钱游戏里，它成了提款机，成了坟场。一条路、一座桥、一条命，都在提醒我们，当权力无限，监管失灵，再多钢筋水泥也筑不起真正的安全感。中国不只是基建出了系统性问题，中国人的吃也出了大问题。罹患癌症的年轻人数量惊人，听着扎心，但你看下去就会明白，在如今农药当水、添加剂当盐，吃什么都不放心的年代，我们到底怎么活？有视频拍到一块鸡胸肉打成泥，塞进客人吃剩下的牛骨头里，抹平上烤架，受追捧的经典烤牛骨髓就出炉了。味道香吗？香。真吗？假。连牛骨髓都能造假。有网友说，现在的黑科技不是让生活更好，而是让肠胃更惨。外国人在中国都不敢乱吃。有德国女士说，牛奶没有原味，菜也不自然。美国网球选手到中国比赛，不敢吃中国菜。3天后，他总结说，这些菜我最多打2分。不是夸张地说，如今吃饭都变成冒险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场危机正悄悄吞噬整整一代人。医院里，医生叹气说，现在病房里的病人10几岁、20几岁、30几岁，一抓一大把。癌症、肾病、免疫病、慢性中毒，这些原本属于老年人的病，开始找上年轻人。原因一句话，科技狠活吃多了。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吃主食，喜欢叫外卖，零食当饭，能量饮当水，晚上熬夜打游戏，白天靠咖啡提神，身体早就被掏空。可还有人说，没事，年轻嘛。可身体不是机器，崩溃了没法重启。现在的中国，水果里有农药，蔬菜里有化肥，鱼虾打激素，鸡鸭喂抗生素，就连孩子的牛奶也可能被掺进科技。罐车拉完煤油，再拉食用油，猪肉漂白，瓜果打针，粉条加明胶，鱼丸掺塑料，而最后的结果是都进医院。数据显示，最近3年，中国至少有超过12万青年人患有肿瘤，还有的人得了少见的怪病。现在中国人普通百姓小病不断，慢性病缠身。为什么？因为食品安全存在巨大隐患。据爆料，中国有2000多种食品添加剂，调色类、调味类、防腐类、保鲜类数不胜数，而且食品中添加这些东西在中国属于合法。现在超市里都很难找到没有科技狠活的东西了。网友的黑色幽默在网上得到点赞，他写道，你养激素鱼，我卖神仙虾，你种药葡萄，我种漂亮瓜，30天鸡40天鸭，60天猪肉近万家，挂面加硼砂，月饼含脱氧乙酸钠，快乐死的蛋糕，甜蜜蜂的奶茶，你害我，我害他，医院笑哈哈。这种带笑点又含泪点的冷幽默，却比任何统计数字都冰冷残酷。京东的刘强东对消费者说，你们吃的鸡一辈子走路没超过3米，你们吃的鸭从来没见过河。马云也说，未来10年中国3大癌症，肝癌、肺癌、胃癌会困扰每个家庭。肝癌来自水，肺癌来自空气，胃癌来自食物。
这听着很沉重，但他说的已经在发生着。为什么中国的食品安全一再出事？根源在人心，在于道德沦丧和制度腐败的叠加。虽然国内有食品安全检查制度，但地方和有关部门在利益驱动下相互受贿、相互放行。地方监管靠利益说话，企业靠造假赚钱。谁都知道问题在哪，但没人敢说，也没人敢改。老百姓的安全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被牺牲。有人说，中国的问题不在吃什么，而在信什么。但如果连饭桌上的安全都保不住，未来还保得住吗？愿我们的下一代不再活在防腐剂和谎言里，愿有一天能真正放心地吃一口饭，喝一口水，那时候才算真正的幸福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